对不对？请问，如果一个人确诊隔离7天后再去做 PCR， 一菌是3.5，请问还需要隔离吗？答案是不需要。总之，隔离7天过后不需要再做 PCR， 全部 CT value 都可以出关的哈，出关的啊。因为你做了 PCR 过后，你看你MySejahtera会变红吗？会的啊，MySejahtera它是电脑 automatic 的 system， 所以你一放上去这个 test result， 它又把你隔离多14天。答案现在我们的 policy 是不需要。不需要，也不需要再做 PCR， 也不需要做 RTK， 7天过后直接离开这个 quarantine，OK， 不要再浪费钱了。医生为什么有确诊者会发烧，有些不会，就看个人对这个病毒的那个反应。如果你是有打的这个疫苗的人呢，你有打的 booster 的人呢，很多人不会发烧的，很少人会发烧。可是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抗体在身上哈，当你那个病毒进来的时候，那个抗体直接就把那个病毒杀死了，它都来不及发烧。可是呢，如果你是没有打疫苗的人呢，或者是他疫苗量很高的人呢，他需要发烧来打仗，所以呢，他会有发烧这个症状。有些人呢，他比较健壮的，他的免疫系统很强的，他一点点东西他都会打到烂的，意思说他身体一直都是很强壮的哈。一中一个病毒，他一定发烧，因为他是过敏，他的身体一定是一直在过敏。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啊。男子会比女孩子多发烧的情况，因为男孩子的身体，我之前讲过的，如果你是很多 muscle 的人你很多肌肉的人，发烧会比较多，发烧的情况会比较高啊。Dr. Seth， 为什么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只有我一个感染，其他是我的抵抗力低呢？这个是 $1 million questions 啊。在 science 里面讲真的，在 science 里面我们也是要想一想到底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奇怪？这么你中我不中的为什么其他的人会中，有些人就不中为什么？是可能就是你个人的免疫系统啦，你的那个免疫系统快过人吗？比人家会比较好吗？这是第一点这是自己身体的问题。第二就是可能你接近那个人多，就是说你跟那个人相处的久，可能你托 mask 跟他讲话比较久呢，或者是你跟他有肢体接触比较接近他，或者你吃东西的时候跟他比较接近，那也是其中一个问题所以要看你那个 activity 是什么这是第二第三可能就是你没有打疫苗或者是你打了1剂疫苗这个我不懂，因为你这里的时候你有打疫苗嘛？这可能其他人已经打了疫苗，这样当然是他中的率比较低了如果有打疫苗的没有打疫苗当然是会高这是我给你的解释了。好，觉得上只有喉咙痛、伤风感冒都会有2条线，这是确诊吗？总之你的 RKK 2条线就是确诊，那就是你中 Omicron， 因为你像伤风。Omicron 的情况就是伤风，就像伤风，好像流感。如果是 Delta 的话不同， Delta 真的是肺部很难呼吸咳嗽很辛苦的。这是不同 Omicron。Dr. Seth， 你好，我的鼻子有敏感几年了？22号2月确诊，现在康复。请问为什么还是鼻子敏感也好了？谢谢你。很难答这个问题，可能你变成可能你是生病的时候把你的鼻子敏感是因为睡觉的地方或者是住的地方有很多灰尘，很多那种 dust mite， 可能那时候你确诊过后你收拾好你的房间，或者收拾好你那些 pillow 了，或者洗干净了可能那敏感也好，是因为你地方已经比较干净，这是我可能给你的答案了，没有关系到身体的变化。没有的，COVID 不会造成身体变化变成敏感不好会的，它应该是你 environment 比较干净了，你比较注重空气新鲜才造成的你的鼻子敏感好了，这是可能的，我的答案OK， Dr. Seth， 我9天了还有发烧怎么办？需要去 CAC 一趟请你去 CAC 一趟给 Dr. 看一下，因为再发烧下去他需要做 ultrasound， 他会看一看你的肺部需要 check 一下如果是他说没事情可以你在休养可以回家的话，你就听医生说。请问一下，上个星期我老公自己做 test 2条线，然后去做 PCR 是negative，然后每天早上自己做 test 还是2条线，这是什么问题可能那个 PCR void， 你可以做多一次 PCR， 如果你担心。如果你觉得总之 RTK positive 了，就当着自己做确诊就好了，不要理他那个你去做的那个 PCR 是 negative 什么这样子，因为
一直都是 positive 的话，就是你可能你有病毒，那个 PCR 可能那天拿 sample 拿的不对。如果你还是要 confirm 多一次的话，去做多一次 PCR。可是我觉得很浪费钱，因为你到那时候已经是7天了，你都可以出关了，不需要再做了。就当自己重口味7天，然后就出关，减少了你的烦恼。Doctor， 今天我确诊第11天，我还没有打booster，可是我心跳每天都超过100。我记得我上一集的 Q&A 呢，我告诉大家，如果心跳超过100的话，的可能性是什么？你可以看回我的视频了哈，100以上的你可能缺水，你如果没有发烧，可能缺水，你就喝多点水，看看你们下降的这个心跳。如果呢你喝够水，然后呢又没有发烧，还是持续100以上的，请看医生。这其他的原因都可以造成心跳快，可是普通上是前面的2个原因，好不好？要知道自己的 CT value 几多是将3个均加起来除3平均税嘛？不是，我们是看个别的病毒的基因的 CT value， 然后选择最低那个。意思说，如果你是 E29 N 25，然后那个 ORF 又25的话，我们会拿25咯，拿最低那个，不是除3哦。总之是 CT value 最低那个我们会拿。Dr. Seth 确诊第10天，还有一些痰，之前第8天 CT value 25，请问康复了吗？还需要隔离？答案就是，如果你打booster的话，7天过后就是可以出关，不会再传染，不需要再隔离。如果你没打booster 10天，我们一家5口全中。3月8号呢，小儿子打第1支科兴，然后当场头晕休静20分钟，应该是没有吃够。晚上呢发烧37.56，然后39.6，一直发高烧了哈。10号我们2个PCR 20。8号公司人中5号也是去做医务的义工，10天 PCR 30，有点担心小女孩种植时已经中招，2个孩子 CT value 69。OK， 意思是说你是担心你的女儿在打疫苗那天呢，就是确诊的那天，对吗？都过了，都打了，没办法。现在需要的是可能那时候他是确诊，然后去打疫苗，所以他就有点头晕啊，然后就休息20分钟。好，现在你需要做的话，就是你尽量把它调好，就是说尽量把它胃口，就是保护它的胃口，一定要让它吃很多东西。为什么？因为它需要很多营养去自己打这个病毒，它需要制造抗体嘛，对吧？它需要很多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尽量给它牛奶之类的，或者是高蛋白就是牛奶了，比较好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给它肉类的，尽量，然后给它油类的东西，尽量塞满，给它吃多点这样子的话，它可以避免严重的 COVID 然后呢，你只是需要，如果他的那个发病的那个发烧呢还是持续降高的话，请你带他去 CAC 再看一次他需要医生看一看因为你看39.6很高我希望你是带他去看医生不要自己自行的医治他，好不好？这是我给你的答案Doctor， 确诊当天算第1天还是算过20小时算1天？当天算第1天。意思说，好像说你现在早上你做 PCR， 你 test 到 negative， 或者是下午你 test 到 positive 啦或者下午你 test 都是 positive 的话，那天算这第1天吗？总之我是用24小时，意思说那一天开始算 day 1， 就说你的 retest 那个时候是3点嘛，对不对？这样你就当它3点 PM 到明天的3点 PM 算1天，然后它又算24小时1天，这样子算就比较准可是我们有些 KKM 它不是的，它当着那个日期，它算那个日期是第1天好像24号你确诊就算那是第1天，然后25号就是第2天这个算法也可以，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如果你不要烦的话 ，KKM 是用24、25、26。如果是病毒学，好像我看病毒学的话，我是从你确诊那个小时算起，算天。可是跟 KKM 的话是那天算第1天就是说那个号码24号确诊就是24是第1天